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跟王大力结为连理不久，便有了身孕。当得知我怀孕的喜讯，家中欢腾，连远嫁豪门的小姑母王贤儿都闻讯而归。家人纷纷对我体贴入微，平日对我冷淡的婆婆也一改常态，热情备至。然而其中最为热心的却是小姑子王贤儿。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王贤儿在求学时便与一富二代相识相知，两人情深意长。毕业后，他们便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比我们还要早结连理，至今已近5年。众人皆羡慕他的好运，只是他迟迟未有子嗣。每当被问及此事，他总是笑颜如花，轻轻说道：“青春尚好，何必急于一时。”然而背后却有人窃窃私语，嘲笑他不能生育，预言他婚姻难以为继。婚后，王贤儿随夫婿迁居林氏，除了佳节团聚，平日难得一见。后来因乡间闲言碎语日盛，他回家的次数愈发稀少，仅限于春节省亲。与王大力成婚数月，我也仅在婚礼上与他匆匆一面，但他慷慨解囊，对家中多有资助，因此我对他颇有好感。此番我怀孕，他特意归来，更让我心生感激。王贤儿天生丽质，眉如柳叶，脸型若瓜子，是个标准的美人胚子。由于婚姻美满，生活优渥，她保养得当，不仅容颜靓丽，就连双手都娇嫩如初。我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因为她对我的孩子情有独钟，常常笑着说：“让我摸摸你的小肚子，沾沾你的喜气。”我怀孕才2个多月，小腹平平，王贤儿那白皙纤细的手指轻轻搭在上面，显得格外醒目。婆婆见状也乐呵呵地说：“多摸摸好，说不定过阵子你也能怀上一个。”王贤儿闻言含笑不语，眼中闪烁着深邃的光芒。王贤儿这次回来住了1个多月，鲜少外出游玩，反倒时常与我相伴。我虽然感激她的陪伴，但内心却难免起疑。我曾私下里偷偷问王大力：“老公，你觉得小姑子是不是对我们的孩子关心的有点过头了？她该不会是想把我们的孩子当成她自己的吧？”这我可不能同意。虽然小姑子人挺好的，但我们的孩子我绝对不会让出去的。王大力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可惜我并未察觉。他反驳道：“你想什么呢？贤儿嫁的是隔壁市的富二代，他们家那么有钱，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的孩子？”说的也是，不过要是真有可能，我怎么也得把孩子送过去。你想想，以后咱们的孩子成了有钱人，我们不就吃喝不愁了吗？这么一想，也确实有道理。再加上小姑子对我的好，我突然觉得自己之前的怀疑真是太不应该了。王贤儿还是喜欢来摸我的肚子，大概是因为我之前怀疑过她，所以我心里特别愧疚，也就不再抵触她的这种行为了。她对我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还给我买了很多吃的、喝的、用的。嫂子，你看你的脸色这么黄，以后要用这个精华好好保养。小姑子给我带来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串散发着香味的手串，上面串了18颗精致的木珠子。她笑着说：“这是我特地为你和孩子求的，可以保平安，快戴上吧。”婆婆看到这一幕，还责怪了她几句：“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真是浪费钱。”“没事的，嫂子用得上就好，我不在乎这点钱。”没过多久，小姑子就说要回去了。奇怪的是，她走后的那几天，我婆婆都显得特别开心。
我感到很纳闷，因为往常小姑子一走，婆婆都会难过一阵子，但这次却看着很高兴。又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了小姑子的消息，说她怀孕了。小姑子多年不孕，现在终于怀上了孩子，这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我们全家都为她感到高兴，婆婆还特地夸我，多亏了双双，贤儿这是沾了双双的喜气啊。为了这件事，婆婆还特地炖了鸡汤给我喝，说是让我补补身子。小姑子也时常询问我，嫂子，你现在是一个人吃2个人的饭，有什么想吃的就跟妈和大力说。小姑子非常慷慨，当天就给我婆婆赚了10万块钱，说是专门给我养身体用的。然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我的身体越补越差，我的脸色变得蜡黄，还透着一点惨白。即便我用了小姑子给我的精华，也似乎没什么改善。我心情沉重地向王大力表达了我的担忧。大力，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想去医院做个检查。王大力却显得有些不情愿。你可能就是没休息好，多休息一下，应该就没事了。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我的脸色依然没有好转，肚子也时常感到不适。于是我瞒着家人偷偷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拿着我的检查报告，眉头紧锁。医生，我到底是怎么了？最近一直觉得身体不舒服。你怎么怀孕5个月了才来检查？不知道要按时产检吗？你的家属呢？医生责问道。其实我知道应该按时产检，但王大力和婆婆都认为这是浪费钱，所以我一直没有来。看到我有些为难，医生放缓了语气，你的检查结果显示营养不良，需要补充营养。我感到非常困惑。医生，我每天都吃很多补品，鸡汤、鱼汤、排骨，什么都有吃，怎么会营养不良呢？医生听了我的话，多看了我几眼，然后脸色微微一变。你身边有没有人多年不孕，然后突然怀孕的？我心中一惊，他怎么会知道？但我还是如实回答，有，我小姑子就是多年不孕，现在跟我一样怀孕了。她应该怀孕3个月了。医生眼中闪过一丝怜悯，如果她已经怀孕3个月的话，那恐怕很难保住你的孩子了。我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是什么意思？我小姑子怀孕跟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想保住孩子的话，今晚6点去隔壁街的瞎子算命馆找我。医生神秘地说。我心中忐忑不安，连家也没回，直接在一家超市里等到了6点。王大力发现我不在家，打电话来催我，你去哪儿了？快点回来。他的语气有些不满，我不敢告诉他实情。我和朋友出来逛逛，马上就回去了。6点1到，我立刻前往瞎子算命馆。一进门就看到那位医生正在换外套，他看到我后朝我招了招手。你来了呀，我叫张韵，这是我妹妹张玉的店。我因为经常来这里，所以也懂一些邪术。他很快将张玉喊了出来，说是妹妹看着却比他老多了。张韵脸色红润，看着也才30-40岁，而张玉脸上有不少皱纹，面容清瘦，脸色白得吓人，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好像稍不注意就会把人吸进去，看着像是上了年纪的小老太。我疑心自己遇到骗子了，刚想开口要离开，张玉已经看着我的肚子皱眉，怎么现在才来？很难救活了。我心底一慌，你胡说什么？我明明怀得好好的。他看着我，脸色严肃，你食不受补，脸色蜡黄，最近肚子应该很闹腾吧？没等我回答，他轻轻掀眸，下了定论，你这是被戒子了。我不解，什么是戒子？张玉说，
有些人生不了孩子，就会找孕妇借子，关系越近越能借成功。一方有孕，另一方就会将法器放到孕妇身上，以孩子的命养另一个魂。这种在活着的人身上也有，称作借命。因为孩子还没成人，也叫借子。前3个月是固胎的阶段，3个月一过，如果借过来的胎儿稳定，基本就算成了。而被借的一方，孩子就保不住了，命给另一个魂借走了。我嘴唇颤了颤，你一定是骗人的。张玉拧紧眉，你身上这手串是那怀孕的人送你的吧？我捂紧手串，想到婆婆跟老公之前的异常，心里有点相信了。这不是普通的手串，是过渡法器，摘了它就不会被过渡精气神了。张玉给了我一小块红布，那手串你别再戴了，把这红布随身带着。如果这几天没有异常，那就还是能保胎；如果已经借到子了，那你肚里这个就保不住了。我摇摇头，不愿意相信，不可能。小姑子读过那么多书，怎么会信这种离奇的事情？张玉语气淡定，不信的话，你试试就知道。我浑浑噩噩地回了家。王大力对我没有好脸色，你去哪了？怎么现在才回来？看着王大力那样，我竟觉得有几分狰狞，完全找不到他当初说喜欢我的样子。我心里是信了张玉的话了。我初怀孕时，王贤儿时常要摸我的肚子，说是沾喜气，摸一下也就算了，为何摸那么多下？而且手串确实是王儿给我的。王大力跟我是相亲认识的，我婆婆不太喜欢我，是王大力说喜欢我，最后是我小姑子说服了我婆婆，促成了我们的婚事。我跟朋友出去玩了，我摘掉了那保平安的手串，将红布随身携带在身上。才第2天，我小姑子就给我婆婆打了电话，妈，你快去看看她有没有戴手串。我婆婆当即就来质问我，贤儿给你的手串呢？你没戴。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对呀，戴着不舒服，我就摘掉了。我婆婆变了脸色，快戴上，贤儿给你保平安的，你别不领情。我没办法，又戴了上去。我婆婆笑出褶子，这样才对吗？贤儿是为了你好。我心里一阵难受。张玉没骗我。第2天，我找了个借口去找张玉，求求你帮我，我不想孩子有事。张玉显然早有预料我去找他，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我只能试试，不一定可以保住。我红了眼，点头，我明白，把你那手串给我看看。张玉将那手串放到一盘清水里，很快那水就变成了黑色。随后他闭眼拿着那手串叨叨念了好一会，他才把手串给我，带着吧。那红布也记得随身带着，这几天留一下，如果有胎动，那就还有救。他说着一顿，你现在还没胎动吧？我摸了摸隆起的腹部，点了点头。寻常孕妇4到5个月就开始会有胎动了，我怀孕5个月了，却还没有胎动过。知道了，有胎动了再来寻我。没多久，我婆婆又来质问我，你戴没戴手串？我扬了扬手，一直戴着呀。怎么了？没事。我婆婆嘟嘟囔囔地走了。我知道是王贤儿那胎不稳了。又过几天，王贤儿说要回来住几天，带着大包小包就来了。王贤儿的脸色惨白，完全没有之前的明艳好看。她看到我，强撑起笑，嫂子，我在家实在无聊，想到你跟我一样怀着孩子，就想来跟你一起养胎，还能互相帮忙。他拉着我的手，一副亲密极的样子。见我手上仍戴着那手串，他松了口气。我也笑笑，那很好啊。我看向他的小腹，他比我慢了1个月左右，如今也有3个多月了，可他却消瘦得厉害，完全看不出怀孕的样子。我婆婆心疼坏了，贤儿，你没好好吃饭吗？
怎么瘦成这样？没办法，小孩闹腾。我最近一直孕吐，小姑子回来后，我婆婆眼里彻底没了我，成天围着我小姑子转，我也乐得清闲。王大力怕我不高兴，对我说：“老婆，你别跟计较，她那胎怀的不稳。”我知道，没计较。王大力欣慰极了，说要给我买金项链。我摸了摸肚子，对他的画饼并不在意，我只想给我和我的孩子谋个未来。王贤儿又来摸我的肚子，摸的时候嘴角挂着笑：“嫂子这肚子看着尖尖的，到时候能生男孩。”我拉开她的手，同样笑：“生男生女都一样。”我婆婆端来一盘苹果：“贤儿，别管你嫂子生男生女，吃点水果。”小姑子坦然地吃了好几块，实在吃不下了，才推到我跟前：“嫂子，这苹果很甜，你尝尝看。”看着苹果轻微泛黄，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爱吃，你吃吧。她似乎明白我的意思，显得有些尴尬。苹果会氧化比较快。我婆婆白了我一眼：“瞧你那金贵样，不吃拉倒。”小姑子脸色变得更差了。每当这时候，她总要拉我的手，看看我是不是还戴着手串。有几次，她没忍住嘀咕：“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我故作疑惑问她：“什么不可能？”她笑笑遮掩过去，脸上却开始不安，连我婆婆也开始不安。她偷偷问王贤儿：“贤儿，到底怎么了？”王贤儿也是不解，我也不懂。仙姑说：“她带着法器就可以呀。”她摸了摸轻微凸起的肚子：“再等等吧，可能是因为排异了。”说到这里，她语气有了怨念：“都怪我这破身体，为什么怀不了孩子？要是可以怀，我哪需要去问她借啊？”我婆婆安慰她：“没事，所幸现在还能借。我看双双一直戴着那手串呢，快6个月的时候，我肚子还是没有胎动。”我有些急了，难道是因为王儿跟我一起住的原因？等我婆婆陪王贤儿去散步的时候，我偷偷去找了张玉。我小姑子现在回家住了，会不会对我的孩子有影响？张玉摸了摸我的肚子：“孩子有胎动了吗？”我苦涩一笑：“还没有。”张玉轻叹一声：“机会很渺茫了，你确定还要继续尝试吗？”我茫然了一瞬：“不是会怎么样？不是就去引产，你小姑子那个自然也会流掉。”我脸白了一瞬：“如果我坚持呢？要么成功保住孩子，要么还是流掉。”我还是选择了坚持。我不想我孩子的命借过别人，我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活着。王贤儿的脸色越来越差，跟我之前一样，变得有些枯黄。她向来爱美，不能接受自己那样难看，天天化妆示人。她怀孕4个月的时候，小腹仍不见隆起，她更忧心了。随着月份越来越大，胎心还是没动。我知道我孩子就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张玉让我早做打算，坏胎拖得越久，对我身体越不利。可那是我心心念念的孩子啊！我看着王贤儿跟我婆婆一起说笑的样子，心里升起了憎恨。在王贤儿拉着我去散步的时候，我假装不小心被她绊倒，肚子传来一阵剧痛，血顺着我的腿不断往下流。王贤儿吓坏了，疯狂大叫：“来人啊！救命啊！我的孩子没保住，因为胎儿比较大了，引产也麻烦。”我醒来时已经转去病房，王大力一脸憔悴地陪着我。我摸了摸已经平坦的小腹，泪先落下。我终究是没保住他。孩子呢？王大力安慰我：“孩子还会有的。”我沉默不语。我还会有孩子，却不会跟他了。小姑子呢？贤儿状况也不太好，现在住院保胎了。我的孩子没了，王贤儿那一胎也很难保住。我可以出院的时候去看了王贤儿，她清瘦得更厉害了，双颊瘦了下去。张玉跟我说过，所谓借子，借的是命。在还未借成功的时候，
王儿肚子里的孩子就会像讨债鬼一样，不断向他的身体索取营养，因为那孩子的三魂七很弱。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身体会那么差，因为带了那法器，那孩子全向我索取了王贤儿虚弱的厉害，看我的眼神也不如之前和善。我婆婆看到我就臭了脸，你来做什么？要不是你不小心，我家贤儿怎么会这样？我其实不太能理解，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王家的种，为什么我婆婆对我王儿的更上？后来我明白了，她不是因为更心疼女儿，而是想要钱。回想起最初的时候，王贤儿给我婆婆赚了10万块，那其实是我孩子的买命钱吧。王贤儿拉了拉我婆婆，我婆婆才缓了语气，回家去吧，等你身体好些了，跟大力努力努力，再怀一个。我心里止不住发笑，他们居然还抱着借子的主意，害了我一个孩子还不够吗？王贤儿勉强笑了笑，妈说的对，嫂子再怀一个，到时候跟我的孩子也有伴，孩子的事随缘了，小姑子先好好养着吧。我要走前遇到了王贤儿的老公，他模样周正，见着王儿的样子，脸上有些嫌弃，不是说能怀吗？现在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怀早说，我们去离掉。王贤儿脸色更白了，我这不是怀着吗？医生说孩子很好，他将信将疑，最终还是松了口。那你就先养着吧，没事别来烦我。他走后，王贤儿皱眉对我婆婆发火，我不是说了别告诉江池吗？你为什么喊他来？我婆婆这会子倒不趾高气昂了，一开始医生说你的孩子有可能保不住，让我通知爸爸来。王贤儿厌烦地拧了拧眉，见我还在一旁站着，脸色更差了，偏他还要勉强微笑，样子看着都有些可怖了。嫂子，你快回去休息吧。我回了家，王大力不在，他又去赌博了。我怀孕时，王贤儿给了他一大笔钱，买他同意戒子，我不知道有多少，只知道那会开始，王大力就爱上赌博。他不在也好，我拿了钱去找张玉，张玉见我肚子平平，就知道我的选择了。你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吗？还来找我做什么？我将钱递给他，之前谢谢你帮我，这些笔收下，只是我小姑子的孩子还在，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我的孩子没了，他也会流掉吗？张玉脸色一变，他那肚子有没有隆起？我回想了一下，是有些降起了，不过还是偏小，这是戒了一半了，只差供养到出生了。如果你能再怀一个，继续供养，那就没问题。如果我没怀呢，那很可能会一尸两命。我一惊，没想到王贤儿会这么心狠。不过她那老公看样子很想要孩子，王贤儿想要保住荣华富贵，确实得赶紧怀一个才行。张玉想了想，提醒道：最近他给你的东西，你都不要带着。一个人的精气神肯定是不够供养他那个胎，小心他问你借。知道了所谓借子，现在听到借精气神，我已经半点不惊讶了。张玉想了想，还是给了我张符纸，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带着这个符纸。我把钱给了张玉，直接回了家。没想到王贤儿也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我没见过的人，他脸上的皱纹比张玉还多，尖嘴猴腮，看着有点可怖。我猜这个人就是背后帮王贤儿换命的人。我婆婆笑着将我往前推了推，这是我儿媳，叫她双双就成。那人并不言语，只轻轻领手。双双啊，贤儿的胎不稳，大师说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这几天会留在咱们家帮贤儿养胎，你帮忙照顾着点。我点了点头。那位大师当晚就做起了法，随后往家里每人都发了个手环，说让我们戴着，可以辟邪。我按了按兜里的符纸，坦然地将那手环戴上，
原以为这只针对我一个人，在发现王大力越来越清瘦时，我意识到王儿是借了家里人的精气神。没几天，王贤儿的脸色就好了许多，肚子也大了一点。只是我婆婆却受不住了，在一天早上，她直接栽倒在厨房里，人当场就去了。王贤儿吓白了脸，王大力匆匆将我婆婆送去医院，然而没有用，就不回来了。王大力气急了，将王贤儿拖到屋里问：“不是说只借双双的吗？为什么妈会死？”王贤儿泪流满面，拼命摇头：“我不知道妈为什么会死，不会的呀，主要是双双的呀。”他定定开口：“一定是他在搞鬼，不然他怎么会摔倒流产？要是他不流产，我也不至于想这招。”王大力怒极，将手上的手环丢掉：“所以你一开始就打算借我们的？哥，我也是没办法，你相信我，我不会害你们的。等孩子生下来，一切都好了。”王贤儿边说边哽咽：“如果我生不了孩子，江池会跟我离婚的，到时候我就没有钱贴补家里了呀。哥，你不是欠了赌债吗？我现在就给你转5万块钱，你拿去还，你帮帮我吧。”王大力冷静下来：“带着那手环就可以吗？”王贤儿脸上闪过一抹恨意：“对，哥，你去看那个女人有没有带着，我算好了的。没道理，妈会死啊。”王大力最后还是选择帮王贤儿，至于我婆婆也按流程下葬，对外只说是她年纪大了，突发疾病。我带着手环找上了那个大师，他脸上的皱纹挤在一块，见着我皱了皱眉：“你来做神鱼，消消息现成回。大师法术高深，应该能明白我婆婆是怎么死的吧？”他朝我看了看，见我脸色红润，眼睛猛地一瞪：“你没戴那手环？”我扬了扬手上的环：“我不只戴了手环，还戴了那保平安的手串呢。怎么样，大师，你是要帮我，还是我去揭发你，说你用邪术害人？”他沉思片刻：“你想怎么样？不怎样。我不想看王贤儿那个孩子出生，也不想看他太早流产。大师应该知道怎么做。”那大师忽而轻轻一笑：“你可比你那小姑子狠多了。”“狠吗？我不觉得，是他先算计我的。相亲时，王大力就没有多喜欢我，我小姑子看中了我的八字，可以更好的给他借子，所以给了王大力一笔钱，让他娶我。从我嫁过来那天开始，就是个阴谋。没了我婆婆，王贤儿脸色差了点，好在有王大力在。王贤儿为了安抚我老公，经常给他发钱，到最后王贤儿自己都有点抓襟见肘了。王大力则每天去赌博，整个迅速消瘦下去，而我则是在家陪王贤儿。他见我没什么变化，私下找那个大师问我嫂子为什么没有变化呀？这种事因人而异，你安心养胎吧。又过2个月，王贤儿的肚子已经9个月大了，只是她脸色很差。江池特地来了一次，因为王贤儿快生了，他的态度倒是比上次好了许多。王贤儿依偎在他怀里，摸着肚子笑：“咱们的孩子快生了，你希望是男是女呀？生男生女都行。”因为王贤儿央求，江池留下来住了几天。好巧不巧，在江池来的第2天，王贤儿要生了。江池吓坏了，要把她送去医院。王贤儿却说先喊大师过去。大师瞧了瞧她的肚子：“你这时候未到，早产怕是不妙啊。”就在这时，我接到了电话：王大力死了，死在赌博的桌上。那些人怕被赖上，纷纷说他是猝死的。江池皱紧眉头：“你去处理你的事情吧，贤儿，这有我呢。我还没处理好王大力这边的事情。王贤儿那个孩子已经没了，孩子没了，王贤儿也疯了。”江池不想搭理他，将我喊了过去。他转给了我10万块钱：“你好好照顾他，
等他好点了，就带他来跟我离婚。我哭红了眼，我小姑子现在成了这样，你不能始乱终弃。江池厌烦地拧了拧眉，要不是他说他一定能生男孩，我早跟他离婚了。江池家里虽然有钱，却关系复杂，他是江家私生子。王儿跟他在一起时，他还没被认祖归宗。后来王贤儿温柔小意，经常给他出主意，帮他在江家立住脚，他就娶了她。他们两人始终没有孩子。江池家里催得急，他隐隐想要跟他离婚。他为了荣华富贵，不得不走了险招。想想王贤儿也挺可悲的。江池或许爱过他，但抵不过一个孩子重要。如果王儿选择离婚，按照江池那么大方的样子，他会分到不少钱。可他选错了，或者一开始选了江池这个渣男，他就错了。江池也有错，最后却是王贤儿承担了这一切。江池走后，我去看王贤儿，她整个人躺在病床上，面容枯瘦。很巧，接诊的人是张韵。这就是你的小姑子啊？我点了点头，对，就是她借了我孩子的命。张韵轻啧一声，这种阴险的法子，她怎么也信啊？她那个孩子就是生下来也落不着好，年岁那么小就背负了好几条命。王贤儿在医院休养了1个月，我找了个护工照顾她。等我处理好王大力的丧事，就将王贤儿带回了家。她已经疯了，嘴上嘀嘀咕咕着孩子马上要生了，见了我时而对我嘻嘻笑，喊我嫂子，时而又狰狞着面孔，说都是我害了他，也没有完全冤枉我。在我孩子死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要将这一切还回去。后来江池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将离婚证送了过来，一并送来的还有50万块钱，这就是要买断跟王贤儿的联系了。看来王贤儿处理事情的方式跟江池学的呀，动不动就是钱。我将离婚证拿给王贤儿看，他疯得更彻底了，直说不可能，推开我就想跑，被我扯着头发拉了回去。小姑子，你跑也没用，江池不要你了。王贤儿如今瘦得跟皮包骨似的，压根不是我的对手。她躺在地上呜咽起来，她没有不要我，我能生。我轻喷一声，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同情她。不能生不是她的错，可是企图祸害别人的孩子，那就是错得离谱了。我将她拉起来，柔声劝她，小姑子，你本来不用这样的，是有人害得你这样，你不能平白吃亏呀。她愣了愣，随即反应过来，对，是有人害得我这样。我继续开口，都怪那个所谓的大师，他没本事瞎蛊惑你。你看看你现在，孩子没哥哥没了，妈妈也没了，老公也跟你离婚了，你过得这么惨，他却跑去逍遥了，你能忍？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他反应过来，猛点头，对，都是他的错。嫂子，对不起，我不该害你。我摸了摸他的头，没关系，我不怪你，你是被人骗了呀。王贤儿像是清醒了些，喃喃着要找那个大师报仇。我满意点头，我去帮你把他喊来。你有什么账，就自己找他清算还不好？他脸上有着怨毒，是要找他清算。他拿了我那么多钱，却一件都没有帮我办成。我以王贤儿的名义将那个大师骗了过来。大师本来还不信，来问我可不可以过来。我笑笑，小姑子的孩子已经没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管我。我看着王贤儿跟那个大师的聊天界面，勾了勾唇。王贤儿说，大师，求求你再帮我一次，如果能成功，必有重谢。那位大师终究没忍住诱惑，匆匆就来了，是我给他开的门。大师来了，我也不知道小姑子找你做什么，你去看看吧。大师点点头，小声说，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我笑了笑，我老公都死了，也怀不了孩子，我怕什么？
大师身体一僵，犹豫着要不要离开。王贤儿却已经出来找他，热情地拉着他的手：“大师，我这脸上都出现皱纹了，用了多少护肤品都没用，你帮我想想办法。”王贤儿小产后，脸色蜡黄，身形枯瘦，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连原先白折细长的手都变得枯黄，很是难看。大师见王贤儿那样，叹气一声：“你这是被吸走太多精气神了。”王贤儿之前养那个鬼胎，养得辛苦，不止拖垮了自己的亲妈跟亲哥，还拖垮了他自。大师，你快帮帮我！是问人借精气神吗？大师犹疑地看了我一眼，借精气神确实是最快最稳妥的方法，只是如今你家里已经没人可以借了。王贤儿遗憾：“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大师叹气，眼睛滴溜溜地转：“有是有，就是比较费钱。”我瞧了眼时间，快到饭点了，我出去买点菜回来吧，你们先聊。大师满意点点头，王贤儿也呵呵笑：“行，你去吧。”等我买完菜回来，家里却被围了起来。王贤儿将那大师杀死了，死相凄惨，那声音凄厉，左邻右舍都听到了。邻居见到我，将我推了进去。主事的来了。王贤儿满身血污，那大师早已没了气息。警察将我带回去盘问。我红着眼开口：“小姑子之前的孩子没了，之后精神就不太好。这几天她精神好了些，说要喊人来家里做。这个大师之前也来过，在家住了几天，说是帮我小姑子保胎的。”问完话，我去医院看王贤儿。那个大师反抗起来，抄起桌上的烟灰缸，将王贤儿的脑袋砸开花了。最后王贤儿联合那个大师做的事情被爆了出来，我哭红了眼。众人纷纷可怜我的遭遇，以及我那个可怜的孩子没了。王贤儿彻底疯掉了。出院后没有被关去警察局，而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在调查期间，警察有去走访过江池，江池已经有了新的对象了。我去看王贤儿时，他对着我笑：“嫂子，让我沾沾喜气。”他在病房里时而傻笑，时而发癫，后来趁人不注意，爬到了楼顶，跳楼自杀了。是我去给他办的后事，他们一家人祸害了我，最后却都是由我给他们善后。王贤儿的遗照是以前照的，上面的他张扬明艳。恍惚间，我又想起了刚怀上孩子时，全家人都高兴，王贤儿特地回来的场景。那时候的我心中充满了幸福和喜悦，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然而仅仅1年的时间，一切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王贤儿能够顺利生育，如果她不那么执着于拥有一个孩子，或许结局会有所不同。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在离开之前，我去见了张玉，他看到我时有些意外，问道：“怎么又来了？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我摇了摇头，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张玉听后轻叹一声，说：“是他们先做了恶事，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你。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给你，这些钱请你收下。”我将一叠钱递给他，但张玉却摆了摆手，拒绝了我的好意：“拿回去吧，你已经给过我报酬了，以后只要别跟别人提起我就好。”离开时，我遇到了张韵，我想把钱塞给他，但他也摆了摆手。我妹妹年轻时做过一些错事，才导致她现在身体这样。现在她是在积攒功德，帮你也是帮她自己。看着张玉和张韵的面容都布满皱纹，我深感人生的无常和珍贵。人啊，还是要老老实实的生活，不要强求自己没有的，也不要去伤害别人。
因为害人终害己。我们要相信科学，远离封建迷信，好好生活。而我的故事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但我的生活还在继续。我会带着过去的教训和经历，勇敢地面对未来，迎接属于我的新生活。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小我12岁的男友骗了我50万后，转身就勾搭了另一个富婆。人人都说我蠢，赔了夫人又折兵，但谁能想到这一切都在我计划中呢？当吴迪提出急需50万周转的那一瞬间，我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该来的还是来了，其实挺好笑的。从我跟吴迪正式公开关系起，周围的人就或明或暗地提点，这个男人定然不是贪图我同倩比他多整整12年的社会阅历，也不可能贪图我比同龄人略显年轻的容貌，更不会是我蕙质兰心、冰雪聪明的超高双商。若较真问句，那吴迪到底贪图我什么？他们又讳莫如深，春秋笔法，闪烁其词。当然，标配是人人一脸老牛舔犊般的义切情真。可惜呀，我爸妈走3年了，这世上再没人能治得住38岁的童倩。图我钱怎么了？图我能为他铺路又怎么了？我还图对方是小狼狗，年轻有活力呢。内心自我强化完毕，转头看向厨房里忙碌做饭的高大身影，我的嘴角慢慢上扬。初见吴迪，他正被隔壁公司的实习生刁难：“你这送外卖的怎么回事啊？”冒冒失失跑进来，撞了人不说，果汁都洒到我衣服上了。小实习生的话是在理，但语气相当盛气凌人，让人听了格外不舒服。对不起，对不起。骑手小哥一个劲儿点头哈腰，这单马上超时了，所以少找借口哈。你肯定是同时接了2单，送完别人的才给我送，所以会超时。要不您就当餐丢了，我赔偿吧。应该是不幸被对方言中，骑手的汗从头盔边沿蜿蜒而下，顺着他脖子上的红丝线打湿了上面拴的3角形护身符。赔偿餐费那是必须的。我现在问你，这衣服怎么办？5000块钱的新西服，今天才上身，一眼看过去，新展展的米白色西服，左襟下摆一大块浅黄污渍，任谁碰上同样情形，心里也不会痛快。那我给您洗，你洗。这种衣服得送到干洗店干洗，干洗还不一定能洗掉呢。这种料子，这种颜色，最怕果汁了。许是真心疼衣服，实习生的声音陡然就大起来。时值午休，从不同公司大门里走出来，打算下楼吃午餐的众人立刻都侧目看向这里。那我骑手小哥有些为难了。哎呀，你赔他一笔干洗费，让他自己拿去洗得了。洗衣店肯定有对付这种污渍的办法，也就几十块钱的事儿。等了好一会儿电梯，也看了半天戏的我终于忍不住开口给支了个招。你倒是会说，几十块钱能洗掉这么大块果汁，感情不是你的新衣服被弄脏了。小实习生阴阳怪气的，应该是觉得我把钱给说少了，一脸不乐意。自从生了律所的合伙人，我挺长时间没被人这么生对了，心里升起一股压制不住的火气。那你把西服给他，让他找个干洗店洗，多少钱也不用你管，洗干净了就行呗。律所的前台小姑娘看我没占着上风，赶紧跟着帮腔，给他，万一他把我新西服顺走了呢？戴个头盔，脸都看不见。他转身一走，我上哪儿找人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为了蹭上块果汁，赔你一套5000块的新西服？我这个反问句表达的是肯定的意思。话音刚落，
周围众人顿时把侧目改成了直视。实习生应该感觉到了那些灼灼的目光，想申辩，但嘴唇动了几下，也觉得无从说起，只能作罢。看到这种情景，我在心里冷哼一声：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先对实习生开的口。又把眼睛瞥向骑手小哥，他正在脱头盔，刚打算说出解决办法时，童倩突然就被头盔下露出来的那张生动俊朗的脸给镇住了。2秒钟之后，前台小姑娘用手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衣襟。童姐。哦，我这才回过神来，应了声：你把西服给我，我找个相熟的干洗店洗，洗干净再还你。实习生没说话，他还能说什么？我是他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上次去隔壁处理法律文书，还是他给我倒的水呢。至于你，我把脸转向骑手小哥，咱俩加个微信，洗完了我把小票发你，你按钱数转给我，行不？行，这样最好，只是太麻烦你了，姐。骑手小哥把手机递过来，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扫码验证通过，一套手续下来，行云流水。我也知道了，小哥的名字叫吴迪。你走吧，我对吴迪说，他一个外卖骑手，这么一闹，还不知丢了多少单。实习生看他要走，急吼吼地发出声音，完全出于下意识。我走过去，把吴迪挡在了身后，冷冷地问：你是现在把西服脱下来，还是明天再给我？实习生似乎还有话说，前台小姑娘开口：我们童姐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不就是一套新西服，至于吗？件事情已经解决，周围的人都开始主持正义了。是啊，不就一套新西服吗？差点把人家送外卖的刁难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律所就在你公司旁边，就是哪怕新西服长了腿，也一准能被你抓回来，哈哈哈！也不知怎么那么好笑，所有人都咧开了嘴。我明天给你。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实习生恨恨地留下了最后一句话。这事之后大概半个月吧，有一天，小前台神秘兮兮地跟我八卦：童姐，听说隔壁公司这批实习生里，只有一个叫刘明的没被留下。什么明？我当时正在整理材料，脑子反应略慢了些。就那个新西服。小前台提示我，听说是因为人品不好。我笑了，但嘴上依然说：收起你幸灾乐祸的嘴脸，好不好？人家兴许是塞翁失马呢，可不是。小前台捂着嘴笑，有我童姐在，他必须失马啊。看着小前台急吼吼地跟别人去散布这个八卦的身影，我心底莫名其妙地涌出一句话：有些人在你生命里出现，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我之于那个刘明，大抵如此，但那个刘明之于我，意义则截然不同。他把吴迪传送到了我的生活里。吴迪发的第一条微信就是表明他清大硕士在读的身份，还自嘲地称自己是小镇做题家本家。我不禁莞尔，硕士研究生业余时间送外卖，为了件几千块的西服被刁难的可以，我自然也不会猜你是富二代出来体验生活的。可是你为何而来呢？看着男孩用标准证件照做的头像，我还是恍惚了。再次见到吴迪是在清大门口一家新开的小吃店，他请吃饭，答谢我之前帮他解围。小倩，这里。一进门，我就听见他大声叫我，好端端一个小吃店，叫什么秦风十里呀？标题党果然害人，弄得穿着正装、蹬着高跟鞋的我穿过店里挤挤叉叉的人时，从头到脚写着不合时宜。小倩，你能吃辣吧？我给你点了这家的招牌，
同实验室的师弟说他家招牌特别好吃，就是辣子放得多点。吴迪一个气口不停说完整段话，然后把瓶青梅绿茶拧开了瓶盖，推到我面前，拿起来饮料瓶喝了一口，真是又凉又甜。叫姐，我板起脸说啊。吴迪似乎没听明白，我表示出不满，你这孩子装什么傻，没让你叫姨就不错了，叫姐叫姐。我伸手要去弹他脑瓜崩，出人意料的，吴迪没躲，还双眸灼灼地看我，那目光若是能被拧一下，必须拧出一地水来。如此这般，我定然是弹不了他了，只能变了手势，用食指轻点了一下对方额头。吴迪咧嘴，诡计得逞的嘿嘿笑，笑屁呀！我骂他，老脸莫名一红。也正在此时，2碗红彤彤、热辣辣的臊子面端上来了。为了缓解尴尬，我赶紧吸溜了口面条，哪知这辣子果然味儿冲，呛得我嗓子眼冒烟，差点都喷出来。哎，小倩你慢点啊，都说了辣吗？吴迪边说边递上了一叠纸巾，可，顾不上跟他说什么了，抢过纸巾，鼻涕眼泪一顿乱抹。你喝口水，喝口水。他拿着水，顺势坐到我同侧，左手开始轻拍我的背，一阵酥麻刷的蔓延全身。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上次，那年我18。喂，吴迪，你女朋友啊？一个挺突兀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啊！吴迪给我使眼色。啊！我也不知吴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不动声色地看着一个50岁左右的老男人落坐在我俩对面。刘教授，你也来吃面？吴迪挺客气。对方应答着吴迪，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往我这儿瞟。女朋友挺精神吗？做什么工作的呀？是律师，在红青律所工作。吴迪回答。刘教授这回正是盯着我了，似乎在等我确认吴迪的说法。今天刚下庭就过来，穿得过于正式了。说完，我笑笑，这不算说谎吧？吴迪见我挺上道，赶紧对着老板喊：“这桌加菜。”如此，刘教授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叠声地说：“不啦，进门就觉得满屋辣味，受不了。我还是去学校食堂吃吧，不给你俩当电灯泡。”吴迪本还想客气2句，可刘教授逃得飞快，转眼就到小吃店门口了，拦都拦不住。等刘教授一消失，我跟吴迪的场子也冷了有3秒，然后他蠕动嘴唇，要开始解释。打住！我做了个停的手势，笑眯眯地问吴迪：“这大学里学妹一把一把地抓，偏偏找我这老阿姨做挡箭牌。说吧，这刘教授要介绍给你的姑娘得是个啥样的人啊？”我看着吴迪的眼睛怎么从月牙儿变成了铜铃，嘴型是一个标准大写的 O。大傻小子，赶紧回答问题。是他女儿，上星期去家里给教授庆生，我听见全家都叫她小公主。吴迪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20多岁的人了，吃鱼的时候还得师母先把刺给挑出来。哈哈哈，哈哈哈！我真是没忍住啊，笑得前仰后合。所以刘教授刚把他女儿微信推过来，我就说我有女朋友了。说到这儿，吴迪停顿了一下，又开始用刚刚那种眼神看我，看得人心里发毛，才继续开口。我还说我喜欢姐姐型的。那天回家，我躺在床上，微闭着双眼，把整个事件复盘了一遍，觉得逻辑上都还能说得过去，然后发了一条微信给吴迪：“梅子绿茶你怎么解释？”过了有5分钟，他回复：“闹纠纷那天，我记得你手里拿了一瓶梅子绿茶。”我发了个惊诧的表情给他，他秒回：“是的，我那天就开始仰慕仗义出手的童女侠你了，
看着手机屏幕想，今天这最后一条算是打草惊蛇吧。聪明如我，自然不会把他之前加了律所小前台微信，打探我爱吃什么的事儿也掀出来，那就没意思了，不是吗？去参加无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跟他还只是普通朋友。虽然全律所都知道童女侠无意间搭救了个青年才俊，但没人相信我会接受他炽烈的追求。特别是在我客客气气地给无敌介绍了一份工作之后，连一直助攻的小前台也明白肯定是没戏了，能接受他的邀请并出席，真是因为毕业典礼那天我的确没有其他行程，但万没想到他只邀请了我一个人。典礼结束，上前把祝贺的花束递给无敌，浸润在他暖阳般笑容里的我也明确感受到四围女生投过来的凛冽杀气。无敌，不介绍一下吗？某个红衣女人很突兀地出现在我面前。介绍介绍，当然得介绍。无敌笑着应对，不见丝毫慌乱。童倩，我女朋友。女朋友？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很快明白，如此场合，情商再低也不能即刻否认。红衣女伸出手，我叫冷梅，知道童姐你一直挺照顾无敌的，特地来说声谢谢。什么情况？我今天担了虚名而不算，还得生生受一番冷嘲热讽吗？无敌倒是不急，慢悠悠地跟我介绍，小倩，冷梅是我老乡学姐，现在留校当讲师了。说完，他伸手环住我的腰，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也跟着看过来。英雄难过美人关，这话果然不假。童倩，你输了，是吗？我故意对冷梅露出惊诧的表情。讲师至少能独立开设一门课了，看着学姐也没比你大几岁啊。学姐一向优秀，我可比不了。无敌继续笑，但手上动作已经是要拉着我去别处寒暄了。无敌，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大学本就清苦，再加上童姐红袖添香的加持，自然也留不住你这想赚大钱的神仙。学姐并不打算放过我们，我一老客户不过见了无敌一面就死缠烂打，非让帮着游说，盛情难却不说，薪资福利还优厚，也是没招。说完，我还不忘叹了口气，表示无可奈何。冷梅看完我的全套表演，冷哼了一声，童姐这老客户不会也正好是位成熟女性吧？冷梅，你无敌还是没沉住气呀。看来冷老师是不太相信在当今社会，女性可以成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掌事人呢。作为女性，要对同性别的族群有信心吗？比如我就相信冷老师成为这所大学的中坚力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呢。说完，我笑笑，果然是金牌律师，受教了。冷梅已有退役，冷老师过奖，有机会让无敌带着我去听您的课，那才是真正的受教。我微微点头，就算道别了。看着冷梅远去的背影，我低低地问无敌，他一定自作多情地帮过你不少忙吧？无敌用沉默表示肯定，却没进一步向我表忠心。他是那样聪明，知道此刻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看向他，撇着嘴开玩笑，你身边究竟有多少莺莺燕燕呢？下次必须给我点心理准备了，总搞这种突然袭击，老阿姨也不能次次都接得住招啊。你不老，小倩，无敌轻轻地说，老不老，你也不能随便占我便宜。我边说边去打掉男人依然环在我腰上的手，谁知他不但不放，反而一用劲儿把我整个人都搂在怀里。小倩，我说过我喜欢你吗？他在我耳边问。没有，我下意识地回答，继续努力挣脱。周围都是人，无敌，童倩，
我喜欢你。吴迪说，我从不相信一见钟情的，直到遇见你。说完，这个叫吴迪的男人俯身吻我，眼中的一切开始旋转，变出各种无法形容的幻景。千分之一秒后，我听见四周响起口哨和起哄的喧哗声。青葱校园，翩翩少年，白衣胜雪，如坠梦中。但我知道这是伪装成美梦的无底深渊。如果不够清醒，我可还清醒。吴迪第一次拿到工资，约我庆祝。他大醉，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个故事。奶奶去世之前，吴迪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葬礼当天，所有亲戚都让他管一个昨夜才到家、面目清秀的男人叫爸，还怂恿吴迪答应跟这个男人一起走，去城里上学。那时11岁的吴迪已经知道很多事了，比如自己的出生导致了母亲的去世，比如在外打工的父亲又组建了新的家庭，有了个女儿，比如父亲的现任妻子如何富有，同样也如何容不得人。他平静地问男人，姐姐也跟着一起去吗？男人脸上露出万分诧异的表情，仿佛他的世界里从未存在过一个叫舞曲的女儿。我不去，表姑和姑父没有孩子，对我也挺好的。只比吴迪大1岁的舞曲赶紧笑着表态，再说我都上初中了，这里学的跟城里不一样，到时候该让人笑话了。是，你姐说的对，你跟我走，以后上大学挣了大钱，再把姐姐接进城是一样的。男人如释重负，那是我的事儿。吴迪根本不打算放过男人，我今天只问你，能不能把我们2个都带走？男人语塞，在场的一众人等都暗戳戳地议论起来，其中有声音大一点的问，男孩是不是因为奶奶去世太伤心，脑子糊涂了？甚至连姐姐舞曲也狠狠拉着弟弟的衣角，示意他不要为难父亲，错过机会。能不能？吴迪问。如此3个字是男孩对父亲说出的最后一句，他没有得到答复，一直没有。应该是好人有好报吧。照顾了舞曲姐弟俩3年后，多年无子的表姑终于怀孕。新生儿满月时，舞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到了。表姑父为了奖励舞曲，给了100块钱，让他带弟弟去镇子上玩，还特地嘱咐不花光不准回家。可等吴迪跟姐姐拎着买给表姑、姑父和小弟弟的礼物回来时，家却没了。这事儿是村子里辈分最高的祖爷爷出面解释的。他说，表姑抛下2姐弟去南方打工赚钱的行为也是人之常情，过继本就不比亲生，更何况舞曲已经成人，出去工作或嫁人都能负担起弟弟和自己的生活，也不好拖累表姑一家了。我永远记得姐姐跟我是怎样回到了老房子，她怎样在堂屋里双眼无神地坐了整整1夜。记得第2天早上，她对我笑，那笑容。吴迪讲不下去了，他把头埋在我胸口，瞬间我感受到了泪水滚烫的温度。可惜呀，后来的情节就变成了老套的年代剧。姐姐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进城里打工，供养弟弟考上大学，接着为给弟弟凑大学学费，委身某个富有的老男人，做了没有名分的外事。你后来读到硕士，奖学金加上业余打工，养活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拖累他就谈不上了。你姐应该很快能脱身，但你得报恩啊！我真是没忍住。说话的语气略显轻佻，如此厚重的恩情得换成多少粉票子才能还得上？现在我能理解你放下身价走捷径的原因了。话音一落，吴迪俊美的脸
顿时僵住。10秒钟过去，他起身把外套穿好，那缓慢肃杀的动作仿佛穿上的不是的衣服，而是一件厚重的铠甲。喂！在吴迪就要走出这个房间的那一刻，我叫他。男人停住，黑森森的背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曾经，我悠悠地说，我遇到过像你一样的人。他转身，一双眼直直地看过来，我的心被那目光狠狠一戳。我是怎样的人？他问，语气降到冰点。我站起来，把睡衣的带子系好，毫无惧色地迎接对方的挑战。年轻帅气，聪明热情，温柔体贴，像束光照进我刻板的死气沉沉的生活里。然后我笑出声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童倩，童大律师不过是人家的一次人生体验而已。庆祝我成功分手那次唱 K， 朋友们的祝酒词都是他骗财，你骗色，不算吃亏，哈哈哈哈！别笑了，小倩。吴迪制止我，哈哈哈哈！可我根本停不下来。小倩，别笑了。他的声音猛地提高了8度，不准叫我小倩。我的语气里全是嘲讽。你提前做了多少功课用来拿下我？现在都拿下了，咱就别装了，行吗？你怕了？吴迪突然就转了话锋，他盯着我，那双眼睛真毒啊，瞬间要了我的老命。我怕什么？我的声音在抖。你怕我是真的？吴迪上前一步，铺天盖地的男性荷尔蒙来袭，任谁都动弹不得。我接下来的话没能出口，就被男人狂热的吻堵在了嘴里。终了，因为缺氧，觉得眼前事物似幻似真的，我听见了吴迪的声音。他一字一顿地说，你更怕自己也是真的。不，在完全坠落之前，使出最后的力气挣扎。无敌滚烫的泪滴落，霎时淹没了我发出的声响。他开口，声音脆弱的像根游丝。我从不相信一见钟情的，直到遇见你。1个星期后，吴迪搬过来与我同住。与此同时，我公布了自己和他的关系。在那50万之前，吴迪从没跟我提过钱，我也不傻，都是主动给他买礼物，潮服、球鞋、最新款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但凡能想到的都会给他准备齐全。名义上是给职场菜鸟增加底气，实际，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谁都懂，更何况是吴迪这种人最好的时光。但吴迪终究是吴迪，他没有假模假样的拒绝接受礼物，反而大大方方的把自己所有的重要证件都交给我保管，其中也包括他的工资卡，密码是我的生日。我随手拿起户口本逗他，你要逼婚？男人先是看我，随即又低下头去，过了好半天才喃喃道，我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沉默，2个人，漫长的沉默。宽大的落地窗外是人间烟火，初上的盏盏华灯映在玻璃上，影影绰绰，层层叠叠，假假真真，都给我。那姐姐呢？你不用报恩了吗？我钟还是醒着的。话音刚落，吴迪脸上露出万分诧异的表情，仿佛他的世界里从未存在过一个叫舞曲的姐姐。他没有回答，其实也不用回答，那是近30年的相依为命啊。吴迪可能会恍惚，但绝对不会遗忘的。舞曲是个怎样的人呢？在吴迪提出要跟我借50万周转后的第3天，我见到了他。晚10点，我俩从常吃夜宵的馄饨铺子里出来，打算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散步，就看见有2个老太太正围着个单薄的几乎要被风吹走的年轻女人交涉着。我没钱，一切跟我无关，你们放过我吧。女人的声音不大，但却隐隐带着哭腔。你少在这儿装可怜了，当初不是你花言巧语，
我家老爷子怎么可能把钱都砸进去？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太太厉声呵斥：张姐，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真的不知道那是非法的理财产品，而且张大爷当初是自己同意购买的，警察都调查清楚了，与我无关呀。他努力挣脱两人的纠缠，我们不管什么警察不警察的，反正我家老爷子是把50万都给你了，你必须把钱给我们吐出来。另外那个高点的老太太也毫不示弱，我也被那家理财公司骗光了钱啊，哪里有50万还你们？女人转过正脸，真是梨花带雨，军舰犹怜。你有没有钱是你的事，我们姐俩马上都奔70了，有的是时间跟你耗。你新租的房子、新工作单位，我俩查到了，不还钱。你一个护工利用美色骗光80岁老头子退休金的事儿，全世界就都知道了。你上次报了警又怎样？这是民事纠纷，我俩都土埋半截子了，还一身病，难道警察能拘留我们？两个老太太狰狞可怖，似要把年轻女人吃了一般。可自从她转身瞥见了我跟吴迪，女人似乎瞬间带尽了全部的力气，变得目光呆滞，面如死灰。唯有其长脖颈上戴着的三角形护身符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黄灿灿的光。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你这个狐狸精，法律制裁不了，我们就用道德谴责你。老太太义正辞严的叫声在继续，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年轻女人先是慌慌张张地系上了领口的纽扣，然后猛地使出浑身力气，挣脱开两个老太太的纠缠，冲到马路当中。呼，一辆公交车疾驰而过，女人一个踉跄，仓皇消失在夜色之中。姐，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吴迪攥紧我的手，只发出了一个音就收了声。算你跑得快。老太太不依不饶，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等着吧。初冬的夜晚寒意袭人，我俩站在原地，看着老太太们颤颤巍巍的身影渐行渐远。吴迪的手也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是我提出要去舞曲住的地方看一看他的，是我说自己可以出面跟老太太谈判，尽量降低赔偿数额，是我表示愿意出钱给舞曲解决这个对他来讲天文数字一样的债务。是我，都是我。为什么？或许是舞曲家门口用红油漆涂写的大字太刺眼，或许是他堵着门不让我们进去的姿势太用力，又或许是他大叫不认识吴迪的声音太凄凉。不知道，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不能让吴迪看着他唯一的亲人饱受折磨。他是我的爱人啊，不是吗？虽然前期做了功课，但跟老太太的交涉并不顺利。说来，姐妹俩也不算是真无赖。老父亲50万的退休金，如果不是舞曲生事，应该2人平分，而且2人都有个准备娶媳妇的儿子，钱拿回去就是买婚房的首付。现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这种理财诈骗陷阱打的是民间借贷的幌子，就算把组织头目和成员都抓获量刑，想要追回损失真的是遥遥无期。也难怪俩老太太紧抓着舞曲不放，一副死磕到底的架势。最终我出了40万帮舞曲平了事儿。事情解决那天，舞曲在他狭窄简陋的家里给我做了一桌子的菜，表示答谢。喝多了的姐弟2人抱头痛哭，一声又一声的对不起在房间里回荡，也不知是他俩谁说给谁听的，我却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因为在姐姐的敦促下，那一晚吴迪正式向我求婚，领证登记的时间定在了2个月之后一个的黄道吉日，
是舞曲找大师算的，听说是60年一遇的好日子。那天结婚的男女都是佳偶天成，长长久久。佳偶天成，长长久久。呵呵，如果那40万我让舞曲打了欠条，估计就不到半年，不到50万，有了个小自己12岁，可以打99分的准丈夫。半老徐娘的，我真不能再计较被舞曲扣掉的1分。还有看出身、眼界，估计40万是这累赘姐姐能闯出最大的祸，掀出最大的浪了。还好我铜钱接得住，可就在我自鸣得意，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天变了，毫无征兆的无敌劈腿了。一时间，他与某个女客户的香艳密文在圈子里暗流涌动，几张似有若无的合影被转发得满天飞，我成了众人嘴里的笑话。老牛吃嫩草，反被更老的牛截胡。我质问吴迪，要求他解释原委，逢场作戏，不懂吗？他脸上没有一丝的愧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又何必这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愣了，就是字面的意思啊。他冷笑，我得努力上进，配得上你，否则就是个吃软饭的，天天被人戳脊梁骨，少无理取闹。我们俩之间的差距和不同，从认识的第一天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现在拿这个说事儿，是不是太晚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就是个玩物。等哪天玩腻了，你会毫不留情地扔了我。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俩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上前抓住他的衣领，狠狠摇晃，希望吴迪能尽快清醒过来。哈哈哈，哈哈哈！他狂笑，然后点开了手机上的视频，用最大音量放了出来。你跟这个吴迪是玩玩的吧？有人问，背景音乱哄哄的。怎么可能是玩玩？是为了结婚，为了结婚！哈哈哈！如此轻佻且醉意朦胧的声音是我的。呸！那人啐了我一口，还结婚？想得美呀！小心让人家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几十万到头了。大姐，你当我真傻呢？我嘿嘿的笑。是，我能多花点儿，但谁的青春不是青春呢？分手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赔谁赚呢，都说到赔赚了，看来你对他也没什么感情啊。感情，我醉的可以，哈哈哈。谈感情多伤钱啊，也对，哈哈哈。那人跟着附和，也对啊。视频结束，吴迪的手机屏黑了，我的整个世界也黑了。我那天喝多了，而且跟你也没，这解释多么苍白而无力。他还一直刺激我，所以男人用恶狠狠的目光把剩下的话都堵在我喉咙里，化成一团熊熊的火。38岁的铜钱瞬间成灰。我俩都冷静冷静吧，吴迪说，如此优雅克制，轻而易举，仿佛曾演练过千百次。你这个骗子，一直在利用我。我终于看清了一直就摆在那里的真相。我没有，这个你最清楚了。吴迪悠悠地反问，一切都是你自愿的，不是吗？大门关上的咔嗒声震得我瘫倒在地。都结束了，我对自己说。之后良久，还是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疗伤的2个星期里，我曾天真的以为自己不会与吴氏姐弟再有瓜葛，可惜刚一出关，接手的案子就是舞曲的。仰天长叹一声，哎，这2个阴魂终究还是没散了呀，应该是病急乱投医。办案民警说，舞曲被抓，当时就报了铜钱的大名，要我做他的代表律师。警察一定是搞错了，小倩，你要救我，救救我呀！这是舞曲见我的第一句话，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我冷冷地看着对方，见我如此，舞曲先是面露惊疑，但很快就开启了另一种模式，悲悲切切地流下泪来。我知道那40万
一直是你心里的刺，都是当姐姐的不好，拖累了小迪。但他对你是真心的。你俩分手后，他整个人都垮了。他说自己从不相信一见钟，怎么最后一单买卖跑空了？我实在听不下去，只好急吼吼的抢白。吴迪没跟他那个女客户结婚，听说人家资产可是10亿往上呢。舞曲僵住，真真正正的僵住了。我打开公文包，缓慢地一叠一叠地拿出卷宗，万分惋惜地开口：裸条带、套路贷、属诈骗罪、侮辱罪，已经有好几个受害人出面指认，警方还抓到了你的一个手下，证据链完整，基本算是铁案了，涉及金额达100万之多。还有女孩因为还不上钱，怕裸照被公布，自杀身亡，判个10几20年是跑不了了。估计等你出来的时候，应该比我现在岁数要大。我没有，我只是负责发传单而已，而且是那个老畜生逼我做的，我不做，他就虐待我。舞曲哭喊，当初那个包养你的老混混的确是搞这一行的，但是几年前国家出手整治套路贷的时候，这人已经落网。如果不是他心梗死在看守所里，你也不可能侥幸逃脱。当年的事已经结案了，跟我无关，跟我无关。当年的事，警方的确无从查证，但这次立案的是以你为首的套路贷3人集团。老混混死了半年后，你带着2个精明的小弟又单干了很长的时间，直到2个手下打架闹事，一个被人用刀捅死，一个因为重伤害他人连夜潜逃，你才算真正收了手。不可能，不可能！舞曲崩溃了。我长长的叹了口气，是不可能。谁会想到大学门口发传单的清纯小姐姐就是布下天罗地网的黑手？她那副人畜无害的皮囊里裹着颗肮脏不堪的黑心，总有漏洞可钻的。你是金牌律师，你肯定能救我。小倩，舞曲这只困兽做出最后的挣扎。你不是喜欢无敌吗？只要你救我，我立刻让他回到你身边。立刻。我表现出很有兴致。对，立刻。女人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无敌从小就听我的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包括一直让他利用色相交往有钱有能力的老女人。你好从中获利吗？说到这里，我慢慢站起身来。不好意思，另请高明吧，这个案子我接不了。滚吧滚吧。舞曲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像你这种有钱的傻叉，不可能明白我是怎么像狗一样活下来的。我他妈的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我站下，转身，直视着舞曲的眼睛回复：那些被残害的姑娘几乎都是你的同类，你又怎么忍心下了的手？出了探视的房间，阳光呼啦一下子扑洒在全身，可我觉得刺骨寒凉。还没有结束，很快我见到了等在看守所门口的无敌男人，一步一步走向我，憔悴虚弱到整个行进过程都踉踉跄跄。幸好最后他站下了，依稀像个完好无损的人。你会救他的，对吧？男人开口。他不过是个可怜人，你那么善良。我深深地凝视这个男人，回复：都到这步田地，就别演了，好吗？如同复制粘贴。下一秒，我就在无敌脸上看到了跟他姐一模一样震惊的表情。是你。电光火石间，他也明白了，我不置可否。所以你让我搬到你家，给我换全套新的电子产品，以便从旧手机电脑中找到蛛丝马迹。所以你主动帮我姐平事儿，取得她的信任。去家里吃饭那次，悄悄拿走了账本，还将计就计顺从的分手，麻痹我们，争取到了说服受害女孩出面指证的时间。他义正辞严地陈述我的罪行，
哈哈哈，哈哈哈！我笑出了眼泪。无敌，你想象力可真丰富。他似乎没听见我说什么，自顾自地继续。可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你明明已经爱我。抢白，就当我是为了正义和公理吧。再说当初也是你先招惹的我。正义和公理？无敌惨白的脸上露出不解。可我姐她已经受到了惩罚，那些钱她最后都买了所谓的理财产品，被骗光了不说，嗨，那是她贪心不足，咎由自取。我厉声制止对方的胡说八道，然后轻蔑地接下去：吃过肉的人怎么能只喝汤？老畜生可不止逼武曲帮着骗人，也给了他不劳而获的富足生活。原本出事之后，他可以靠着那些钱过完下半生的。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武曲先是挥霍无度，接着又轻信他人，落入理财陷阱。最后为了拉新升级，他竟然想出做护工，怂恿老人把退休金都拿出来打水漂的生财之道。那都是他们自愿的，他们也是贪心。无敌如同梦呓。你呢？你是为了亲情，对吗？我又笑了。你把学校里那些迷恋你的、有容貌焦虑或出身贫苦的女生信息提供给武曲，方便他有针对性地捕获猎物。每一张照片，每一串号码，每一个字都留在聊天记录里，永远不会被抹去。我没有，我不知道他问那些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谋生。那就是聊天，单纯的聊天。无敌面红耳赤。是。武曲确认了你的说法。我点头，又突然抬眼盯着他问：但你真不知道，还是根本不想知道？起风了，身旁的大树飘下来零星的晶莹的雪花，有些跟树底下的厚厚洁白融为一体，有些被吹得太远，落在车流来往的大路上，化为污泥。我错了，我错得离谱，可我对你是真的，你一定感觉到了。他的声音脆弱得像根游丝。我的身体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是因为心底那个站立不止的童倩早已闭上了双眼，捂住了耳朵。小倩，我们忘掉之前的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再也不听他的了，我只要你。男人的眼里显出癫狂的神色。我只要你。终于到最后的时刻了。寒风吹起一额碎发，也让我下意识勾动了一下自己的食指。哈哈哈！某个叫童倩的女人笑得泪流满面。可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啊！无敌倒下去，倒在那片白雪之中，身上铁锈色的羽绒服如同一滩鲜血，缓缓蔓延，渐渐凝固。巴西丛林，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看着父母的照片，我又想起了大气物理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提出的这个著名理论，不由得悲从中来。我爸妈死于夹进饭菜里的毒鼠强，一同死掉的还有在我家做了3年保姆的刘桂芬。她的遗书里只有一句话：他们那么有钱，却不肯借20万给我。其实我才是那个最该死的人，是我阻止了父母把钱借给刘姨，理由是木讷寡言的他始终说不明白借钱的原因。我怕他上了别人的当，白白把钱送给骗子花。我也死过，整瓶的安眠药救酒，被人救过来的时候，我只恨自己懦弱，刀都拿出来了，怎么不能往手腕上狠狠划一下？后来孤家寡人，孤魂野鬼似的，我总算给自己找了个活下去的理由，查出来一切的源头，死也要死个明白。刘桂芬50岁，出身城乡结合部的多子女家庭，4个子女中排行第2，从小不得宠，后来为了给最小的弟弟娶妻，被父母嫁给了离异多年的小吃店店主。
13年婚姻断送于丈夫甩给2人独生女儿的一个耳光。当年住在小吃店隔壁的邻居神秘兮兮地爆料，应该是小女孩撞破了自己父亲乱搞女人的好事儿，才挨的打。当天夜里，一向逆来顺受的刘桂芬用刀逼着丈夫写下家中银行卡和存折的密码，并反复高声叫着：“你打我可以，但不能碰他，不能碰他。”第二天，2人离婚。经办人是丈夫的远房亲戚，看着自家人披红挂彩的脸，本想讲几句公道话的，却被刘桂芬的气势吓住，一声没敢吭。从此，刘桂芬在当地再没出现过。关于她带着女儿去了哪里，又干了什么，倒是成了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后10几年，刘桂芬的身影在城里的洗浴中心、月子会所、小吃摊点偶尔闪现，最终落脚在童家郊外别墅的保姆房里。相隔不远是他女儿小雨读的清大，好巧不巧，跟吴迪是同一所大学。因为不常住在父母家，我跟刘桂芬从没有正式的交谈，她甚至不知道我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但好在我见过小雨，她腼腆内向，容貌普通，但很有礼貌，只是简单的交谈便能听出是个很孝顺的孩子。可是，在刘桂芬提出要借20万被拒后3天，小雨从自家楼顶一跃而下，连遗书都没留。不知为何，刘桂芬并没有告诉我父母她女儿自杀的消息，只是以家中有事为由请了3天假，便继续回来服务。直到1个月后，我爸妈吃下有毒的饭菜，他俩都不曾知道眼前的刘桂芬是个失去女儿的癫狂母亲。刘桂芬死后，警察去了她跟小雨的家，发现刘桂芬抹去了女儿上大学后的一切痕迹，手机跟笔记本电脑甚至被砸碎后又烧成灰烬。小雨18岁后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小雨的大学同学都在那一年毕业流散。等我追查到唯一承认是他朋友的女孩时，时光已匆匆走过600多天。那个女孩回忆说，小雨自杀前刚刚换了最新款的手机和昂贵的包包，还咨询过哪家美容院的隆鼻手术靠谱，因此被调侃她是不是想扮成白富美勾引良民。更重要的，我得到了一个小雨不曾公开的 QQ 号，破解了密码之后，在 QQ 空间里看到了他大2时上传的一张的照片。照片的题目是句通俗易懂写的“你是我的小秘密”，照片却似乎是偷拍的，男子的脸甚至不在照片当中，只有身子占据了全部版面，衬衫上的蓝白条也拍虚了，唯有脖梗上拴的3角形护身符橙黄清晰。好吧，我摊牌了。吴迪第一次见到我时，我早见过他了，在隔壁公司小实习生刘明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童律师，您喝水哈，会客室马上就空出来了，您先在我这儿坐会儿，我给您把椅子拉出来。这个小抱枕是我刚跟女同事借的，您垫腰后面能缓解疲劳。面对前辈，刘明谦卑到有些狗腿的嫌疑。你是清大毕业的？我看似无意地问。是，您怎么看出来的？刘明脸上露出一丝惊疑。喏，你这毕业照上写着呢。我伸手一指刘明桌上立着的照片。哎呀，这不前2天搬家的时候，把东西临时在公司放一下，没想到给落下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哪个是你呀？这么多人，一眼也看不出来呀。我没话找话，眼睛却依旧盯着照片上清清楚楚的年份。这个，刘明的手指从一排男生的脸上划过，然后停住。照得挺精神嘛。我客套了一句。
声音突然就抖了起来。你旁边的男孩都被你比下去了，怎么可能？童律师，你也太夸奖了，人家是校草，年年得奖学金，又在本校保的研，我可跟他比不了。刘明的头摇得像小孩玩的拨浪鼓。哦，我努力镇定着继续。我怎么觉得他性格应该挺古怪呢？你看他脖子上挂了个什么玩意儿啊？那是个护身符。我跟他同寝4年，没见他摘过。吴迪平时挺随和的，要说唯一的古怪，就是刘明应该是想到了什么。务地收了声，就是什么？我笑着循循善诱，就是刘明看向我，支支吾吾，就是他好像喜欢年龄大他很多的姐姐，是挺怪的。我颔首，接着悠悠地问：你说他叫什么来着？吴迪。刘明的笑容里有了一丝意味深长。他叫吴迪。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